谁能想到，中东一场战争居然把欧洲和印度逼得集体低头，哭着喊着求中国帮忙。以前一个个都拽得不行，欧洲讲究本土制造，印度宣称要赶超德国，结果战火一烧，全露馅了，只能转头找中国当救命稻草。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先说说欧洲，那是真的慌到骨子里了，急着求中国卖风电装备，订单排到2030年，催货催的中国企业团团转。这事说起来也挺讽刺的，欧洲以前总觉得自己的新能源技术天下第一，对中国风电不屑一顾，结果现在却把中国当成了能源安全的最后希望。核心原因很简单，中东战火彻底断了欧洲的油气后路，随着中东局势失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卡塔尔一处大型 LNG 设施被无人机袭击后暂停生产，全球约1/5的海运天然气运输都受了影响。据澎湃新闻报道，上周英国天然气批发价格直接飙升70%。更离谱的是，英国的天然气储量居然还不到2天的需求量。欧洲智库都直言，可能又要面临一场能源危机。这时候，欧洲才彻底认清现实，油气依赖太危险。以前风电等新能源只是用来凑双碳指标的选项，现在直接变成了实打实的能源安全必选项。可尴尬的是，欧洲自己的风电供应链根本顶不上来，纯属关键时刻掉链子。最经典的就是3月1日那起标志性事件。欧洲本土单桩制造商因为生产延误和劳资问题，被沃旭能源终止了英国 Hornsey 3项目的供应合同，订单缺口直接摆到台面上，而且欧洲本土风电产能严重不足，光海缆产能就排到了2030年，供需缺口大到离谱，急得欧洲客户像热锅上的蚂蚁，只能放下身段，把目光投向中国。此时的中国风电企业就体现出绝对的硬实力了，直接接下了欧洲的救命订单。2026年3月，就在市场传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天然气供应担忧加剧的时候，中国风电海工巨头大金重工率先发力，签下一纸重磅协议，和波兰国有石切氢造船厂合作，为德国北海的海上风电项目供应40套核心基础组件。大金重工自主建造的专用甲板运输船还装载着为英国 Hornsey 3项目生产的单桩，从山东蓬莱起航驶向欧洲，交付速度直接拉满。现在欧洲客户找我们，第一句话不是谈价格，而是卑微的问你能不能保交付，反差感直接拉满。大金重工负责国际业务的人士透露，以前欧洲客户采购决策周期要3到6个月，现在直接压缩到1到2个月，还天天催着提前锁产能、提前投料、提前传期，生怕订单不到货。更夸张的是，有欧洲巨头直接给大金重工支付1400万欧元锁产费，就为了锁定专属产能，足以看出咱们的交付能力有多稀缺。这边欧洲还在忙着抢风电，另一边的印度也在求中国，求着中国放宽尿素出口。要知道，前段时间的印度还在高调宣称自己是全球第4大经济体，3年内要赶超德国，结果中东一开打，堂堂大国居然被一袋尿素掐脖子了。小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尿素可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含氮量高达46%，是农业生产中最基础的化肥之一。1公斤尿素就能让稻谷增产4到5公斤，对印度来说就是养活14亿人的命根子。印度通过2次绿色革命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其中关键一招就是扩大化肥使用，尿素自然少不了。很多人调侃印度人多，是不是尿素从小便里提取的？小编明确说不是的，目前生产尿素最主要的原料是煤炭或天然气，通过化工工艺制成，和小便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这次中东战争对印度尿素产业来说就是双重打击，直接把印度逼到了绝境。首先，印度尿素根本没法自给自足。有数据显示，印度每年至少需要3500万吨尿素，可本土每月产量大概只有260万吨，一年也就3100多万吨，排世界第2，但常年存在400万吨左右的缺口，只能靠进口补窟窿。今年以来，印度已经通过招标采购了923万吨尿素，而中东的伊朗和卡塔尔一年的全球尿素贸易量在900万到1000万吨，占全球贸易总量接近20%，是印度尿素进口的重要来源。
更致命的是，印度自己的尿素产业有个致命短板，生产尿素主要用天然气，而印度天然气对外依赖程度高达50%，同样大量从中东进口。中东战火一打，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停摆，全球1/3的化肥贸易都走这条道，印度要的尿素、天然气全运不出来了。现在印度化肥厂只收到正常气量的70%，印度农民化肥合作社等生产商已经在部分尿素工厂启动减产，而且印度的尿素工厂大多是30年前建的，设备老化严重，今年产能还缩减了10%，累计缺口直接超过800万吨。更坑的是，国际天然气价格暴涨，就算印度工厂勉强生产出尿素，价格也高得离谱，农民根本用不起。1-2年前，印度化学品和化肥部部长还信誓旦旦地说，印度将停止进口尿素，支持本国化肥工业。结果现在直接被打脸。眼看6月的季风季节就要到了，这是印度最重要的农时，对尿素的需求会达到最高峰。印度是真的急了，只能转头求中国。而中国恰恰是全球最大的尿素生产国，2025年产量7500多万吨，消费量大概是6200万吨。富余1000多万吨，而且咱们生产尿素用的是煤炭，不是天然气。中国煤炭产量丰富，根本不受中东战火影响。目前，印度官方已经正式请求中国放宽尿素出口，只是咱们得先保证国内农业和粮食安全，出口一直管控很严格。2026年，中国尿素出口配额是330万吨，所以印度能不能拿到足够的量还不好说。全世界战火连天，俄乌还在死磕，中东火药桶越炸越响，巴阿冲突持续升级。可就在这种时候，中国海关总署甩出了一组官方数据，直接把很多老外看愣了，也让全世界看清了中国的硬实力。据中国海关总署2026年3月10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中国出口额达到6565亿美元，同比增长21.8%，增速创下近5年来同期新高。这个数据可不是小编瞎编，是海关总署公开可查的官方信息，实打实的真成绩。更值得一提的是，出口增长不是单一品类发力，而是全面开花。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2个月中国机电产品出口3878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占出口总额的59.1%。其中，汽车出口528亿美元，同比增长47.2%；船舶出口186亿美元，同比增长32.7%。集成电路出口159亿美元，同比增长18.9%，每一个品类都在稳步上涨，势头猛得不行。说的直白一点，别人忙着打仗、制裁断供、抢航道的时候，咱们这边还在踏踏实实干一件事，开工生产、接单发货。过去几年，外媒天天唱衰中国，说订单会离开中国，工厂会搬出中国，全球会去中国化，中国制造会被替代。可现实狠狠打了他们的脸。世界越乱，越多人发现一件事，能不能喊口号不重要，能不能按时交货才是硬道理。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出口涨了，更关键的是中国出口的结构早就不是以前那种只靠便宜货冲量的老剧本了。这一点海关总署的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前很多人一提中国出口，脑子里还是衣服鞋帽、家具玩具，觉得咱们只会做低端货。可现在不一样了，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2个月中国高端精密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22.1%，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35.6%，光伏组件出口同比增长38.4%。高端的芯片、工业设备、精密零部件在往外走，终端的汽车、家电、机电设备在往外冲，低端的日用品、纺织品、塑料制品照样稳稳拖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制造现在不是某个行业能打，而是高中低3条线一起发力。高端有技术，中端有规模，低端有根基。你想找一个能同时把芯片、电动车、光伏板、工程机械、衣服、鞋子、生活用品一起稳定供出去的国家，放眼全球真没几个。有人说中国出口强是因为便宜，这话早就过时了。便宜只是很多年前的标签，今天中国真正的优势是稳定、完整、可靠、可替代性极低。尤其在这种全球局势越来越撕裂的时候，这种能力就更值钱了。以前买家选供应商看价格，现在买家选供应商先看一件事，你能不能在最糟糕的时候还把货准时送到我手里。这就是为什么越是世界动荡，中国越容易拿到订单，因为战火会摧
摧毁信心，而交付能力本身就是信心。所以小编觉得中国出口猛涨绝不只是一个经济新闻，它更像是在告诉全世界一句大实话：真正的强国不是嗓门最大，也不是导弹最多，真正的强国是全世界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它还能稳定生产、稳定发货、稳定让别人离不开。世界越乱，越能看清谁只是会喊口号，谁才是真正能扛事的国家，而中国就是那个能扛事的国家。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